大家好，我是 Barry。经过1个月的等待，《王国之泪》终于正式发布了。其实，在前几个演示的时候，我就打算复刻一下林克的一些技能。当然，第一个就是通天术。等实际演示的时候，我发现一些细节与前面的演示不太相同，所以暂时把这个计划搁置了。经过漫长等待，《王国之泪》终于在今天上线了。我也是第一时间进游戏进行了一些体验和测试。下面我们来尝试复刻一下这个通天术。先看一下我们需要准备的资源。首先是动画，动画的话，原版它是使用的现成的一些动画融合的东西，比如说游泳，还有技能释放。但是我们这边是独立的话，就需要一个施法的动画，还有一个游泳的动画，还有一个待机，就相当于是浮在水面的一个待机的动画。特效这边的话，我为了方便，然后准备了2个不同颜色的标记特效。然后还有一个穿越时候的一个通道的一个特效，水面的特效。然后其他的话都不需要了解了。打开我们的蓝图，我们看一下 component 这一块，加了另外一个摄像机，用于传送头中的固定视角。上面加了一个后处理，然后就是2个 Niagara System。一个是传送的这个通道，另外一个就是传送完成之后这个水面。咱们看一下 Unit Graph。先看一下需要用到的这一些变量吧。有一个 Vector 的 Marker Location， 然后一个看 Teleport 一个布尔，然后是一个 Teleported 的一个布尔，然后是一个 Target Location 的 Vector， 然后是 Teleport Speed 的一个 Float，Start Location 的 Vector，Teleporting 的一个布尔，然后一个 Marker Rotation 的一个 Rotor， 然后 Water Rotation 的一个 Rotor， Heat Actor 的一个 Actor， 然后 Heat Knob 的一个 Vector。移动跟上级控制的这个是保持原来不变的。原版是按住 Left 键开始施法，咱们这换成了 Left Shift。如果不是在传送过程中，我们先 Get Player Controller， 然后将它的这个 Rotation Pitch 设置成70度，就是向上抬视角，然后就相当于从脚部往上看，看顶上那个 marker， 然后播放一个施法的一个 montage， 还有连一个 gate 节点，还有 gate 节点的 enter 上面连到 unit take 上面。施法开始了，然后咱们去用这个 Sapphire Trace
这个球状的这个车源检测，检测一个可视物。Mesh location 开始向上90的一个位置，设置为一个开始位置，并且作为一个 trace 的一个 start， 然后向上的2000的位置作为一个 trace 的 end。radius 就是一个半径的话是用的 capsule 的半径。然后 break hit result， 如果有 blocking hit 的话，我们把这个检测到的这个 actor 设为 hit actor。然后这个 hit location 作为这个 marker location， 然后用这个 hit normal， 利用它来作为一个 z 轴，来创建一个 marker rotation。然后做一个判断，这个判断的是什么意思？用一个 dot product 来取这个 normal 和这个 z 轴向下方向的一个夹角，如果这个夹角小于等于45度，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去判断它正上方的这一块天花板，它是斜的还是接近于水平的一个状态。如果斜角大于45度的话，我们就走 false 这条线。如果小于等于45度的话，另外一条线。multi-surface trace 为什么要用 mortar？ 因为它可能地板有好几层，咱们要做的就是说判断一下这个是不是我们正上方的那一层，所以用这个 multi。然后的话，这个 multi 的话是从就是这个 mesh 的正上方的3000个单位的地方开始检测，然后检测到 marker location 的位置，然后这个半径也是一样的 ，trace channel 也是一样的，然后用一个 for each loop with break。哦，这边可能还少了个东西，加一个 signal， 然后把它 break 掉。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通过这个 multi-surface trace 检测到，比如说检测到 n 个地板层或天花板层，然后用这个 hit actor 是否等于咱们刚开始第一个碰到的那个 actor， 如果等于的话，就说明我们现在这个检测到的天花板是跟我们刚才是同一块，然后这时候就立马把这个 for each loop 断掉，然后执行下一步，把这个碰撞到的点作为这个目标点 target location， 然后这个 normal 作为一个 hit normal， 然后用 hit normal 来取这个一个水面的 rotation。
一样的判断这个斜面是否相对水平。为什么要相对水平？就是说判断他们的人站在上面会不会滑下去，而且这个45度呢是段引擎里边它设置的这个可以站上去的斜面大概是44点几度，咱们就取一个45度。当然这个是你是可以自己去设置的。如果它是小于等于45的，也就是说它的倾角是小于45度，就是说证明是它可以站在上面的，咱们就把这个 site 看 teleport 勾上，然后再去判断一个是否已经存在红色或者绿色的这个 marker 特效了。如果存在的话，先把它干掉，因为咱们这边需要的是一个绿色的，也就是可以传送的一个标志。然后再看这个绿色的，如果绿色的也存在的话，把它的位置和旋转设置成咱们的 marker rotation 和 location。如果不存在的话，就生成一个，用这个 marker 的 rotation 和 location 位置跟旋转生成一个，然后并且把它设置成 marker green。再回来这边，这边的话，先看这条线，看 teleport， 这儿是肯定要勾掉的，因为它不可以传送。然后类似判断就是这儿咱们生成一个红色的 marker， 所以这儿基本上是跟上面一样的，只是说这里变成了一个 marker red， 这边是变成了一个 marker red。然后回来这条线，这个情况呢一样的，就是倾角，这个是大于45度的一个倾角，也是没法传送的。然后连到这个红色的这一块，因为这个还时间比较紧，所以说我也没有经过反复的一个测试，只是说通过自己的判断去推测它这个可能会有一个这样的设计，具体的情况可能跟游戏里面略有不同吧，这个你可以自己去改。由于机器配置的原因，我暂时剪不了太长的视频，然后剩下的部分我放到了下一个视频。记得关注、点赞、留言、分享，咱们下个视频见。